美帝下毒手，一带一路的孟加拉，现在真的要吃土了吗？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应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很穷的国家，但是啊，现在却是中国、美国、印度兵家必争，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呢？那就是最近内乱的孟加拉。孟加拉很奇妙哦，如果呢你去翻你的牛仔裤。你去看你的衣服，很多衣服都是在孟加拉做的，它有非常多廉价的劳工，但这个国家呀，穷到快要被鬼抓去了哦，穷得不得了。那我们来看看它最近为什么爆发内乱呢？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据说啊，背后有很大的阴谋在里面的。好，到底什么是很小的事情呢？就是他们的公务员体制。之前的总理呢，就是现在内乱被推翻下台的，叫做哈希娜。哈希娜她是谁呢？她是个女性，那她也是目前啊，如果她还没有被拉下台的话，她是现在世界上任期最长的女性领导人。她爸爸很重要，因为她靠爸族，她就跟她爸爸，所以她可以当总理。因为她爸爸呢，就是孟加拉的开国领袖。但是开国领袖开了国之后呢，后来被政变了，所以呢，他一家几乎被灭口了。那个时候，哈希娜因为他人在国外，所以他就逃过一劫。逃过一劫呢，他为他的父亲报仇，于是他就班师回朝，哇，很精彩历史大剧啊！所以他就拿下了政权之后，他就是那个我为了我的父亲复仇，那于是呢，我要推翻那个军事政变的领袖，我现在就要带来民族给孟加拉了。哇，大家好喜欢他呀！但是呢，久而久之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呢，他随时觉得有人是不是要推翻我？是不是要像杀了我爸那样杀了我？所以他就很害怕。于是呢，他就慢慢的独裁起来，因为他很怕人家弄掉他、做掉他。所以呢，你就看到他慢慢的人就改变了，换了位置，换了脑子。后来的他跟一开始的他就不是同一个他了。好，于是呢，我们看到了最近这个小事情呢，就是孟加拉有一个很奇妙的体制，那就是呢，只要你是参与了独立战争，1971年孟加拉他就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了，只要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还有他的后代。永远有保障，他们的公务人员呢，他的公部门的职位会留1/3，就是给这一群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后代保障名额。好，那这件事情呢就行之有年啦，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啦。但最近不行了，孟加拉经济很糟糕啊，通膨不得了啊，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到你无法想象啊，居然他们年轻人有1800万人是失业的。所以呢，大家好不容易念了书，觉得我可以考上这个公部门，如果我可以当公职人员的话，那我的人生为之转变。但是就有1/3，有时候多一点，就要留给那些当年的这些革命军的后代，他们就觉得不公平，所以我只要会投胎，我只要是成为他的后代，我都不用念书，我躺在家里面，我就纨绔子弟，我就爽爽的乱玩，打电动，这样我也可以当公职人员。他们就觉得非常不公平，于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争取公平正义的上街头抗议了，一群大学生。好，那本来这就是一个抗议这个政府体制啊，你要不要这样政策改变啊，就是一个小示威，但是啊。这位觉得人家都要推翻我的哈希娜总理啊，他就开始镇压他们。于是呢，这一镇压不得了，擦枪走火。一开始啊，先是1条人命、2条人命、3条人命，后来呢，开始有鲜血洒在这场公平争取的一个行动当中啊，于是就有更多人上街头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觉得我们在争取民主啊。所以呢，到后来。政府镇压的这个死伤越来越多，到最后已经有300人在这场镇压行动当中丧生了。所以呢，年轻人更愤怒了，他们觉得天哪，你怎么能够镇压我？我不过要个公平正义。所以呢，他们就涌向总理的家里头啊，逼得他就下台，而且逼得他逃离了孟加拉。现在他躲在印度里头啊。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起事件呢，后来就演变，大家就说了。这么小的事情，怎么后来弄个这么大，弄到整个总理要下台倒台，还要逃往海外耶？那这个总理呢，他在印度他就很愤怒，他说都美国害的。
美国呢，想要跟他要一个岛的所有权，什么岛呢？就在孟加拉，它的这个孟加拉湾的东北方有个岛叫做圣马丁岛。这个岛呢，其实就是个珊瑚礁岛，上头就3000多人，小的要命。但美国就想要，为什么？因为美国想要在这个地方设一个军事基地。设一个军港，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可以放上美军的话，我就可以牵制中国，它就是一个非常枢纽的位置。然后呢，这位被下台的这个哈希娜，他就讲啦，美国就是跟我要那个岛，我就是不给他。我不给他呢，你看美国就弄得我就下台了。所以他认为这些学生背后是美国在煽动。所以呢，你就看到他讲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无妄之灾，地缘政治角力，他是牺牲者。好了，那这个总理无论如何嘛，被赶走了，跑掉了嘛，跑到印度去了。那未来的孟加拉呢？现在的孟加拉临时政府啊，有一个监督者的角色，他很特别，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叫做这个尤努斯，像那赫赫有名哦。尤努斯呢，他就是孟加拉的人，然后他从小就很穷嘛，然后他就觉得孟加拉怎么能够穷成这样，然后又觉得这些农村的妇女根本就没有翻身之地，所以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乡村银行，非常小额的金融贷款，很小额，很小额，然后借钱给这些农村妇女，让她自己做点手工艺啊，然后能够再卖钱，然后呢可以让她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她就用这样小额贷款的方式，小额金融，她的乡村银行呢，可以说是翻转了非常多农村妇女的命运。于是她就靠着这个乡村银行，她这样的一个金融模式，她拿到诺贝尔和平奖。那她在孟加拉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知名啦，国际知名度所以她现在呢被公推，她成了现在孟加拉临时政府的一个监督者了哦。好，那这是他，但是他年纪很大了，他今年呢已经84岁了，所以你说他能够 hold 住孟加拉多久，那也真的不晓得。所以现在孟加拉变成了一个让大家觉得是整个亚洲地区啊，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未来的政局也是混沌不明的地方。好，那孟加拉其实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生在孟加拉，你仿佛住在地狱。如果你没有见过地狱，那请你到孟加拉看一看，有这么一句话了哦。所以你就可以形容说，那孟加拉到底是有多惨？为什么人家形容说生在那里仿佛在地狱？它是一个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它一向都没有。好，所以呢这个国家呢可以说是穷得不得了，它最有名的就是它很穷。你就看到这个国家了，这个国家呢很特别，它是喜马拉雅山跟这个印度洋中间的冲积平原。好，那你说冲积平原不是应该很肥沃很棒吗？对，但是呢它的平原当中啊错综复杂，都是河啊，都是河道，所以呢这里啊真是很惨啊。你说哎呀这个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当然有非常多肥沃的平原可以种地嘛，对不对？我可以有很多农业发展不错。但问题是啊，它只要一下雨不得了，就是淹大水。所以呢，他们这个地方台风非常多，地震也很多。然后它的首都啊，一年有1-2个月全部泡在水里，淹掉一半的首都。你说这样的地方真的很惨我要种农业可以啦，我种，但问题是啊。种都还没有收成，淹大水全部淹掉了。好，那你说怎么办呢？农业很难嘛，因为你这个天气的状况不容许你有多好的农业发展，因为天气淹水就不行嘛。然后偏偏孟加拉人有好多孟加拉总共有1.7亿人这个地方只是台湾的4倍大，也没有很大哟，但是它有1.7亿人，比日本人都多，太夸张了吧？你农业这么糟糕，结果你这么多人口，这样养得活吗？所以呢，有人形容说啊，孟加拉就是人口陷阱，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灾难，可以说是最能够显现这样一个灾难的国家了就是它的人口实在多到它的土地是养不活的。于是呢，这个理论就是这样讲，这些人呢就会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方式死去，因为呢你的土地没有办法养出这么多人嘛。那为什么他们要生那么多小孩呢？是有历史因素的，因为呢，孟加拉它就是一个好穷的地方，然后它非常的脏乱，它有非常多的一些虫害，天然灾害很多，然后呢，卫生条件不好，所以呢，他们生了很多小孩，但是也有很多小孩会死掉，所以他就必须生更多的小孩，
避免他的小孩死掉，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再来呢，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穷，所以呢，孟加拉政府就告诉他的居民说，他说啊，你多生一个孩子，你就多一双劳动的手，可以帮你的家庭赚钱。所以他们就不断的生小孩，所以呢，小孩才会这么多。好，那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然后呢，天气又不好，一天到晚的闹水患，然后这个台风也很多，然后小孩又很多，所以这个国家简单来讲，它穷到吃土。好，那穷得不得了的国家。其实呢，现在可是地缘政治下的宠儿。我们来看到中国，它是一带一路的伙伴，所以呢，这个孟加拉啊，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很紧密哦。甚至呢，中国借了很多钱给孟加拉，帮他做了很多的基础建设。像这位刚刚倒台的这位总理呢，他在7月初啊，才刚刚去拜访过中国，见过习近平主席。甚至呢，还从这习近平主席身上啊，又捞到了50亿美元的新的贷款了，所以他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哦。好了，那跟中国关系很紧密呢，于是美国就盯上他了。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他的这个总理不是讲都是美国害我的，美帝的阴谋，他下的毒手，就是因为他想要抢这个圣马丁岛，没抢到，所以就把这个总理给推翻了嘛。好，那圣马丁岛干嘛抢？为什么美国要跟中国抢孟加拉？因为啊，中国呢就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所谓的珍珠链，就像美国它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那中国在这里有珍珠链，它就围绕着印度这个印度洋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看到缅甸它有皎票港，然后看到了在这个看到这次我们讲的孟加拉，在这里呢最大的港哦，这个最大的港呢其实也是跟中国有合作的，然后跟斯里兰卡、跟马尔地夫都有港口的合作，所以在这里刚好就有一个像珍珠项链一般的珍珠链，所以呢，这个孟加拉的圣马丁岛刚好就在这个珍珠链啊东北角的位置，所以现在美国很想卡位这个地方，所以就会跟中国抢起来了。好，那印度就讲了，是中国在从中作梗啊，他认为啊，这次这个孟加拉的内乱是中国掀起来的，因为他说孟加拉跟中国很好，但是孟加拉最近在做所谓的平衡战略，所以他跟美国也不错，跟印度也不错，所以印度就说啊，他们的报纸就报道说，所以是中国看不得孟加拉跟美国也蛮好的，所以就故意的想要推翻它，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印度说是中国害的，但是呢，孟加拉自己被推翻的这个人讲说是美帝下的毒手。好，那印度跟孟加拉关系其实也非常微妙哦。你说这个总理逃走了，逃到印度去，那应该是跟印度关系不错吧？以前是的，但后来呢，因为孟加拉跟中国走得很近，所以呢，那个关系就变得有点微妙。而且现在的莫迪啊，其实他是蛮反伊斯兰教的哦，所以呢，这个未来的孟加拉，他们整个国家都在信伊斯兰教。如果又选出一个新任的总理是笃信伊斯兰教的，哇，那可能印度就有点无法接受了，所以这个关系很微妙。好了，那除了中国跟这个美国呢，都希望在孟加拉有更大的影响力哦，东协也看上这个地方。孟加拉刚好就是一个出海口的国家，所以它的港口资源是不错的，只是它天气不太好。所以呢，如果我们以这个全方位的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孟加拉的确是兵家必争，尤其呢在中美的角力，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总理被推翻，到底是美国下的毒手，还是像印度所说的是中国在后头谋划呢？不晓得。但是呢，无论如何，现在的孟加拉它的政经局势非常混乱，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政治呢现在是一团混乱当中。未来的孟加拉它会选出一个什么样的总理？这个总理是比较亲美、比较亲印度，还是比较亲中？可能都会牵动到未来整个东亚的局势哦。好，那所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孟加拉它最新的一个发展喽。好，那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